400架无人机奇袭弹药库，1月之内，俄军7座后勤枢纽被炸。以色列特种部队神兵天降摧毁伊朗工厂。以黎可以和解吗？真主党2把手希望停战。门当户对，俄向胡塞出口1000万美元武器。朝鲜宣布开始堡垒化，与韩国彻底断绝关系，有迹象表明正在制造核潜艇。台军新步枪 T112 照片曝光，相比 T91 有什么改进？土耳其支持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这是国际法的基本需求。F-35项目负责人被替换，新人能否解决现在的问题？见证者无人机从2022年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进行远程打击的主要武器之一。俄罗斯已经发射了超过8000架无人机。从3月以来，乌克兰已经摧毁了91%的入境见证者无人机。尽管如此，在庞大基数下，仍有一小部分无人机能够透过防空系统对乌克兰的房屋和企业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像这样10月10号摧毁无人机仓库不是第一次，但之前往往收效甚微，因为莫斯科可以从德黑兰获得更多的无人机，并且在俄罗斯东部的达达斯坦的一家工厂生产复制品。克里姆林宫已经支付了17亿美元，以获得多达6000架见证者无人机的生产许可。然而，远在中东的伊朗，如今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据中东之眼的最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在上周末对叙利亚进行了一次夜间突袭，成功摧毁了位于马哈省马斯亚夫附近一个伊朗革命卫队控制的导弹和无人机工厂。该工厂已经秘密运作超过10年，与伊朗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主要负责研制和生产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以援助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空军在2023年也曾对该工厂进行过空袭。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主任拉赫曼在接受阿拉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该工厂在伊朗革命卫队的监督下运作多年，专注于短程导弹和无人机的开发。在以色列空袭中，超过22名叙利亚和伊朗的军事人员丧生。此次行动与以色列以往对叙利亚、伊朗目标的空袭不一样。以色列特种部队在2架直升机的空中掩护下进行了空降作战。以色列特种部队及马特卡尔特种部队抵达导弹工厂后，与叙利亚警卫发生了激烈交火。以色列特种兵在地面上行动了大约1个小时，期间他们进入工厂内部，取走了一些设备和大量机密文件，并在工厂内埋设地雷，最终将整个工厂炸毁。此外，他们还逮捕了包括伊朗导弹专家在内的多名人员。阿拉伯报和哈达斯报报道指出，以色列对马斯亚夫的袭击包括了一次大规模地面行动，2架直升机提供空中支援，第3架直升机负责特种部队的空降。行动中逮捕了多达4名伊朗人员。在以色列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下，伊朗在黎巴嫩最重要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开始有摇白旗的迹象了。经过目前以军的一系列打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亚辛·萨菲丁在内的90多名高层成员伤亡，不得不转向集体决策机制。其高层仅剩了副秘书长纳伊姆·卡西姆、执行委员易布拉辛·阿明·赛义德和穆罕默德·拉德。在这种压力下，纳伊姆·卡西姆选择了主动辞职，以避免被以色列进一步追捕。之后呢，更是躲在掩体中戴上了白色头巾，公开承认真主党面临的军事挑战，并呼吁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赫·贝里协助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表示真主党愿意无条件停火。然而这一提议呢，立刻被以色列拒绝了。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不仅没有同意停火，还表示对方的说法很荒谬。10月10号，乌克兰总参谋部今天宣布，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南部的一个仓库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摧毁了约400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攻击无人机。这次袭击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重大打击，因为这些无人机占俄罗斯部署的见证者总数的近5%。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称，这次袭击是通过精确打击实现的。
观察到了2次爆炸，这表明了攻击的成功。乌克兰军队和反恐部门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事发地点距离乌克兰东部前线仅140英里，位于乌克兰弹药的射程之内。尽管西方制造的弹药，如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火箭、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和法国的 SCALP 翼击巡航导弹被禁止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打击，但乌克兰制造的弹药没有这样的限制。大兵认为，相比于用昂贵的防空导弹被动地拦截无人机，像这样在无人机起飞之前就摧毁在机库才是最好的防空。就像那句老话，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见证者无人机并不是唯一的目标，乌克兰的袭击还摧毁了俄罗斯的卫星制导滑翔炸弹库存。最近，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卡拉切夫的第67 GRAU 弹药库。该弹药库占地3.5平方公里，可以储存2.2万吨弹药，包括朝鲜弹药和 KAB 炸弹。在过去的1个月内，俄军有7个弹药库被击中了，损失数万吨弹药。距离乌克兰边境75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大型弹药库都不再安全了。随着俄军弹药库不断被摧毁，前线将面临补给困难，极大影响俄罗斯在前线的行动。适合进攻的季节马上就要过去，留给俄罗斯的时间也不多了。据最新情报显示，俄军指挥部可能已经指示其军队在乌克兰加快机械化攻击的步伐，目的是在秋季地面变得泥泞之前取得战术上的显著进展。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发言人鲁斯兰·穆斯丘克指出，俄军正在增加装甲车的使用，特别是在哈尔科夫和波克罗夫斯克。利用当前干燥的道路和地形条件，从7月下旬以来，俄军在顿涅茨克州西部进行了高速机械化攻击，并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了至少4次营级机械化攻击。战争研究所认为，俄罗斯军事指挥部的目标是通过机械化进攻活动，使军队能够在开阔的田野上推进，并在前线附近的定居点巩固，作为集结和发动进攻行动的基地。尽管库尔斯克州已经出现泥泞的情况，但尚未对机械化行动产生广泛影响。秋季天气条件也可以限制俄军步兵的机动，但俄罗斯军事化指挥部希望通过机械化减少步兵在天气恶化后必须穿越的开阔田野的情况。随着秋季到来，防风林将失去大部分叶子，减少步兵的隐蔽性，使他们更容易受到乌克兰无人机侦察和战术火力的影响。尽管恶劣天气可能会降低俄军步兵的效率，但俄军不会在秋季泥泞季节后停止进攻行动，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是通过持续的进攻压力，防止乌克兰积累人力和物资来进行反攻。目前，俄军已经用尽许多为夏季攻势建立的储备，主要集中在顿涅茨克州推进。尽管恶劣天气条件可能会导致进攻行动的高潮，但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持续进攻行动可能不会完全结束。俄军有在高潮点之外和恶劣天气条件下作战的既定模式。面对来势汹汹的以色列，抵抗之狐只能另寻找另外的盟友，于是他们找到了和其同病相怜的俄罗斯。华尔街日报10月7号消息，据欧洲安全官员和其他消息人士透露，今年8月，胡塞武装代表团去莫斯科的时候，和一名叫布特的俄罗斯非官方军火商谈成了一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小型武器交易。这笔交易前2批货主要是 AK-74突击步枪，胡塞武装还想弄到 Kornet 反坦克导弹和防空武器，不过现在还不清楚布特有没有俄罗斯官方的背书。华尔街日报还说，这些武器可能从10月份开始打着食品供应的旗号偷偷运到荷台嘎港，但是布特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均未对此事发表评价。俄罗斯可能掺和了伊朗牵线的秘密谈判，想把俄罗斯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给胡塞武装，但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成了没。在俄罗斯和中东盟友卿卿我我的时候，东方的另一位盟友也准备动手了。朝鲜在10月9号突然宣布实施要塞化工程，永久切断了与韩国的边境联系。此前，朝鲜已采取多项措施断绝韩朝联系，包括切断交通线路和在非军事区建立隔离墙。这次宣布标志着韩朝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布，从9号起将完全切断与韩国相连的道路和铁路，并进行要塞化工程。朝鲜强调，此次措施是对韩国军事演习和美国核保护伞战略资产威胁的自卫反击。朝鲜此次仅向美国发送了相关措施的电话通知，而非韩国军方，显示出朝鲜拒绝与韩国对话，只愿意和美国交涉的意图。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可能在美国总统选举后寻求与新政府就其核国家地位进行谈判。对此，韩国政府高层警告，朝鲜可能将此次断绝措施的责任推给韩国，并可能在非军事区埋设地雷等，引发偶发性冲突。韩国军方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准备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的情况，并且已经警告朝鲜，任何挑衅都将受到严厉惩罚。有分析机构指出，朝鲜试图通过提高挑衅力度来转移视线，可能是因为对军内脱北动向的担忧。随着韩国重启对朝扩音器广播，朝鲜年轻一代的军人出现了动摇。除此之外，还有消息称，朝鲜正在建设核潜艇。韩国国防情报局近日向执政党人民力量党众议员康大直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朝鲜可能已经开始建造一艘新型潜艇，而且该潜艇可能采用了核动力推进技术。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军方官员透露，新潜艇的建造地点可能位于朝鲜东北海岸的新浦南造船厂，且该潜艇的尺寸比朝鲜以往部署的任何潜艇都要大。目前，朝鲜军方尚未公布新潜艇的确切吨位和其他细节，但韩国军方认为新潜艇可能是核动力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在2021年1月的党代会上宣布，新型核动力潜艇的设计已经完成，并处于最终审查阶段。尽管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开发了适合此类潜艇的核反应堆，但朝鲜官方媒体曾报道，金正恩今年1月视察了一艘正在建造的核动力潜艇，并观看了一次战略巡航导弹的实验。分析人士指出，朝鲜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能力值得怀疑，但考虑到朝鲜与俄罗斯关系的日益密切，莫斯科可能会提供技术援助。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对俄罗斯提供了军事支持，这增加了莫斯科提供核技术和先进导弹技术援助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朝鲜的潜艇部队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拥有多达86艘潜艇。与此同时，韩国也正在努力为其新的柴电潜艇增加潜射弹道导弹能力，并考虑引入核能力。尽管朝鲜的核潜艇计划尚未得到证实，但建设能够提供2次打击威慑能力的核潜艇，无疑是朝鲜的首要任务。在获得更多图像或者其他技术细节之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10月9号，军备局第205厂在高雄大树北营区的新厂区验收所展示了 T112新式战斗步枪，并邀请媒体进行射击体验。相较于前代的 T91、T112在射击精度、操作灵活性、人体工程学设计以及战术配件扩展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升级。T112的射击精度在100米距离上达到了 9.8 厘米的散布面，相较于 T91的14厘米，精度是显著提升。这一改进使得 T112在实战中的首发命中率和射击稳定性得到极大增强。T112采用了双侧设计，包括双侧拉柄等，使得射手可以快速在左右手之间切换射击，特别是在进行限制空间战斗时，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T112在枪身设计中引入了人体工程学原理，如扳机角度调整为接近90度，以利于掌握射击节奏以及握把倾斜角度的调整。此外， T112的抛壳窗口后方增设了挡块，使抛壳方向维持在3点方向，避免射手在射击时被弹壳烫伤的风险。T112的弹匣也从以往的铝制材料改为复合材料，提高了耐冲击性，避免了因外力冲击导致弹匣变形而影响进弹。T112的护手呢，改为了铝合金多功能护手，具有战术滑轨，可根据作战需求搭配各种瞄具、握把，增加了配件的扩展性。同时，使用多边形加厚枪管，有效射程从400米提升到600米，
枪管寿命由6000发提升到1万发。T112的射击模式从 T91的单发3连发以及全自动改为单发2连发全自动。这一改变呢，是基于美军战场经验，3连发中第3发的弹着散布面过大，导致弹药消耗增加。因此 T112将3连发改为2连发，以兼顾连发射击效益与稳定性。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网友对新弹夹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主要是在俄乌战场中，很多弹夹的透明观察窗在战斗中破损或者脱落，导致弹夹进沙子卡壳。10月9号，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亚尔钦·托普库向在土耳其访问的克里米亚鞑靼议会副主席纳里曼·杰拉尔重申了土耳其的态度。土耳其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并在所有平台上主张归还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被占领领土，这是国际法的要求。9月11号，克里米亚峰会在乌克兰基辅召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表视频致辞，强调克里米亚必须按照国际法归还乌克兰，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埃尔多安此前还表示，希望乌克兰战争能够基于乌克兰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公正、持久的和平而结束。长期以来，土耳其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保持着暧昧的态度，但这次鲜明的表态无疑也是给俄罗斯传递了明确的信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10月9号表示，目前担任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兼 F-35项目副手的昌西·麦金托什将于12月1号接任该项目的总经理一职。目前负责洛克希德 F-35项目的布里奇特·劳德戴尔将于今年年底退休。麦金托什曾任洛马子公司的副总裁兼总经理，在此期间，他负责监督宙斯盾的软件开发，并管理导弹防御、雷达、造船、定向能和战斗系统集成计划。F-35因为软件问题已经暂停交付近1年了。这些 F-35战斗机正在进行 TR-3升级，该升级承诺会提供更好的显示器、计算机内存和处理能力。然而 TR-3存在软件问题，难以和 F-35的新硬件集成，这与硬件延迟一起导致了交付停止，并导致大量战机存放在洛马位于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工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终开发了一种阉割版的软件，该软件目前运行良好，足以让 TR-3升级后的 F-35执行训练任务，但这些喷气式飞机仍然无法执行战斗任务，并且可能要到2025年才能做好准备。除了参与 F-35和宙斯盾项目外，麦金托什还负责过包括监督 F-22猛禽、C-5银河、P-3猎户座和 S-3维京飞机的计划，其中包含了项目管理、软件工程、系统工程和航空电子设计等任务。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